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是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上一世你是谁，在上一世的轮回当中，你生活的情况怎样？那么上一世的你啊，想要留给你今生如何重要的传讯？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分3个不同部分啊。我们首先呢会来看一下，来连接一下，在上一世的轮回转世里面啊，上一世你生活的怎么样？那上一世你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你究竟是谁啊？你显化你落在哪里？然后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传讯。上一世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人生的这个经验呐，人生的教训呐，或者是人生有什么样子宝贵的一种传承呢，想要给今生的你来给你重要的讯息，带给你重要的指引也许是你人生的这个方向的讯息，也许是有关于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解释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可能觉得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连接上一世的能量来连接这一个的问题，它的一个答案来给出我们今生一个所谓的疑问，一个照亮来帮助这个当下的朋友们所以说，如果你相信你有上一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来听听这一期的占卜来看看有什么样子重要的讯息如果说你并不相信所谓的上一世，也并不相信所谓的轮回那么这一期占卜可能就没有办法帮助到大家好，所以呢，我们这边非常的自由所以说，如果你想看一看这个究竟上一世是怎么回事你会是谁然后呢，上一世究竟经历过什么然后呢，希望给今生的你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好，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4张不同的牌卡当中。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第4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第4组。那么今天的选牌呢，请大家去尽可能的展开你直觉，去发掘你的直觉，去运用你的直觉来选择。那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连接的这个能量用的是黑碧玺。好。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连接运用的这个能量的对应是黄铁矿黄铁矿。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用来连接这个能量用的能量小物或者是这个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个斑点石。然后呢，第4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个用来连接这个能量用的这个宝石是黑发晶，或者是头发丝、水晶都可以，黑发晶来的。好，那为了方便你们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一个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上一世我究竟是谁？上一世
我生活的情况是怎样的，过得好不好然后呢，上一世的我啊，究竟要给今生啊，这个我们所谓的现世当中的我啊，如何重要的一个传讯，想告诉我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有什么重要的指引想要传达给我，来帮助我呢，在这一生过得顺遂，在这一生呢，帮我去解惑，或者是说在这一生这一世上一世的我呢，可以给我一些帮助，给我一些照亮我们这里有你自己，成为你自己今生的一个引路人，对吧？好，感恩宇宙。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4副不同的牌组，或者是这4个不同的这个是宝石。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组牌，哪一颗宝石，在能量上呢，跟当下的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在连接能量的时候，你觉得有2副牌或者是2颗宝石在能量上同时的非常吸引到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你的能量确实是被分在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那么也许我们的能量上在讲的时候会不同，但是呢，你可以在每一副就是你选的2副牌里面都能够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能够帮到自己的讯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了，上一世你究竟是谁，过得好吗？上一世的你自己想要给当下的你如何重要的传讯呢？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黑碧玺，这一颗宝石呢带有强大的一种魔法，它的魔法呢是保护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牌。今天我们这个牌呢是指挥棒或者是指挥师的指挥棒这张牌呢在告诉我，第1副牌的朋友上一世你是一个指挥家，你指挥很多的东西我们这边有些朋友你的这个指挥，你也许是一个乐团的指挥上一世如果你喜欢玩音乐的话，上一世呢你是乐团的指挥。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些朋友，你所指挥的可能不仅仅是音乐这么简单而已，你也有可能指挥的是千军万马所以上一世呢你也有可能是一个将军。 OK， 那么第3个能量，还有一些朋友你所指挥的是什么呢？也许你指挥的是一个团队你指挥的是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有可能是警察，所以你的上一世的身份也有可能是一个警官因为他的这个能量有非常强的警官的能量，就是那个警官他不是拿那个警察有那个警棍嘛，对不对？所以说还有一些朋友上一世你是警官你是警官来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你上一世的这个指挥也有可能是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公司里的指挥，你是领导人，你指挥你的团队，对吧？所以说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上一世你的能量是比较强大的，你的指挥的能量非常的重。 OK， 所以你在这个上一世里面你的权力很大你的这个社会地位可能很高，或者是说你在你的那个领域里面，专业领域里面你是佼佼者。所以上一世我们可以从这个能量当中看到什么呢？就是在你的事业线里面，你的成就是很卓越的你的上一世你的这个事业做得很好，或者是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你所想去打造的一个梦想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份地位非常的高你是指挥家，你是指挥官，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1张牌，也是我们今天的主牌这个是指挥家。好，那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肯定是要找
作为一个指挥家，或者是作为一个指挥官，对不对？你做的好不好啊？我们可以看到你社会地位很高，那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好指挥家吗？我们的第二张牌，我们的第二张牌啊，做了一个解释。这张牌是一个什么呢？它讲的是非常聪明的、非常睿智的一个领导人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牌啊，非常聪明、非常睿智的一个领导人啊。你手握权杖啊，然后呢，这个左手拿着一个火炬，后面呢跟了很多的人，后面跟了很多的人，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上一世的这个声誉、名誉很高，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你们，你们的指挥啊，我们在讲有些人呢，他位高权重，但是其实别人并不喜欢他啊，也许他做的不好，对不对？也许他不适合那个位置。但是呢，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好指挥家，你们是好领导人，你们是别人的光。什么叫领导人？就是你去帮别人先踩出一条路，然后别人跟着你走，对不对？那么你的这种开拓精神，你的这种敢为人先，对不对？还有你的这种愿意帮助别人的精神，成就了你，或者是说别人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去。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上一世你在这个事业线里，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享有比较高的声望，别人非常的尊重你，喜欢你，你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睿智的领导人，而且你非常的具有力量，所以别人愿意跟着你，所以别人愿意所谓的向着你，所以别人愿意跟着你走。我们这边看到了上一世你是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世你过得好不好。那过得好不好呢？我们就要从不同的方面来连结。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基础生活层面上一世你过得怎么样。我们的第一张牌这里我抽到是一个女帝牌。OK， 这张牌在告诉我上一世你基础的一个生活层面。我们这里是一个绿母亲这个是森林的妈妈。这张牌是塔罗里的女帝牌。OK， 这张牌在告诉我什么呢？好多信息。第一副牌的朋友，上一世非常有可能你是一个女性身份上一世你是一个女性身份，所以上一世你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你是一个好的领导人，指挥官，对不对？好的指挥官，你同样还是一个女性形象上一世你是一个女性。因为上一世你的生活里面有孩子，你有自己的小孩，你养宠物，你爱这个所谓的大自然，而且上一世你的孩子有可能不止一个，你也许有好几个小孩也许从1个到3个，因为我们这边还是一个大众嘛，所以你的孩子的数量不仅仅是1个，有可能你有3个小孩。你是一个绝对的有母性能量的就是特别有母爱。上一世呢，你的家庭生活里我看到的是，对于孩子来讲，你是孩子眼中非常好的父母亲的形象我们这边因为看到你是女性嘛，所以你在孩子眼中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你给了孩子们非常非常好的母爱，或者是一种女性的保护。上一世你在孩子眼中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形象，那么在家里面你给了家人非常好的一种滋养，所以上一世你的家庭生活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给你的家人有很多的投入，有很多的爱，有很多的那种养分。你不仅仅在外面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那么在家里面你是一个非常具有保护色彩的这种女性能量，而且你的这种能量很强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就是说在家里面你是一家之主，对，你是一家之主你在家里面是一家之主，你会给孩子们很好的温暖的感觉
同时呢，在这张牌里面我也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世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原生家庭很幸福，你的原生家庭啊，你非常的幸福，你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里面，你的父亲母亲，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的父亲母亲给你的爱，给你的资源，这个资源有可能是给你的教育，有可能是代表着他们给你的这种居住环境啊，从小的这种教育培养等等的都非常的出色。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呢，我也看到啊，你看你的父母亲给你很好的滋养，给你很好的爱，把你培养得非常的优秀。所以上一世呢，在你的社会圈里啊，在你的这个事业线里，在你的理想方向，你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么我们在讲经济条件啊，在讲经济条件这个方面的话，那么上一世你是一个有钱人，至少是吃穿不愁，至少是衣食住行非常的温暖，而且还非常的富裕。我们在讲啊，不求大富大贵啊，但是呢，至少是非常稳定的状态，而且比稳定一般还要好很多。OK， 这个是啊，我们在讲这个你的生活状态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的上一世啊，你的生活其实是蛮富裕的，给我的感觉不仅是来自于你原生家庭给你的一种支持或者是基础啊，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事业线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上一世我觉得你在经济方面啊是非常的优秀的啊，非常的好，对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看完了你上一世的生活层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感情方面啊，你的感情顺吗？我们第二张牌啊，这张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孩子挑战啊，挑战元素里的孩子能量啊。上一世你的情路一般啊，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上一世你情路一般，上一世呢你的感情路线啊，我们这边是一个孩子嘛，它代表着一个非常年轻的能量啊，非常的年轻。上一世呢你在感情的这个道路当中，这个感情不是说你为人父母，这个感情是你自己的个人感情，我们在讲浪漫的情感关系，或者是说你的恋爱啊，你的这个情路顺遂吗？我们这边看到啊，在感情里面呢，其实你会是一个比较懵懵懂懂的状态啊，比较懵懵懂懂的状态。其实你对于感情了解的不多，了解的也不深，但是你很好奇啊，我这边感觉到啊，就是有一部分朋友上一世你的感情道路里面，挑战元素嘛，说明你对于爱情方面啊，我们在讲你的这个伴侣啊，可能你有很多东西还不是那么的了解，你还在一个我们所谓的学习和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也许你的个人成就啊，我们这边看到你的事业做得很好，但是对于感情啊，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还在学习啊，还在慢慢的去领会，还在慢慢的去理解，还在慢慢的去感悟这样子的阶段里面。所以呢，你的感情呢，我这边看到就说，在感情里有些事情其实你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或者是说在感情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感情关系的一些阻碍的时候，又或者是难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清楚该如何，或者是说你也在慢慢的理解和感悟询问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从一方面来讲，上一世面对感情吧，你是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尽管在感情当中你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啊，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我看到你是一个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跟你的我们所谓的恋爱对象吧去相处。所以你的恋爱对象呢，跟你之间我这边看到感情路径里面可能你并没有花那么多的精力，因为你在上一世里面你可能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你的事业里面你是一个事业型的人。那么感情呢，可能你会稍稍的有一点就是更多的给你的另外一半去安排，给你的另外一半呢去打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呢属于比较我这边看到就是一般
啊，一般你们是有婚姻的啊，你们是有婚姻的，因为这边有小孩嘛，所以更多是有婚姻的。但是我觉得你的感情里未必是一个感觉到非常的，比方说你觉得好快乐，或者是很满意，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感情真的是太让我感动了，我没有连接到这个能量啊。我相反的觉得在婚姻当中，或者是在个人的感情路线里面，你是一个比较可能就是说要么呢是被别人安排就是你可能是走一种比较你觉得还可以，或者是你觉得这种就是对的，然后你就去尝试，你就走了进去。而且呢在这边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可能会早婚上一世有可能你早婚，这个婚姻有可能都不是你自己去争取来的，有可能是父母安排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呢在感情路线里面我觉得你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里面就是灵魂层面来讲比较年轻，还是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你有感情，你有孩子，你有恋人，但是很多事情对于你来讲其实你没有那么的懂也有可能你把太多的精力给了你的事业，给了你的工作，那么对于自己私人的感情的状态的话，可能你有一点忽略了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信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精神方面，关于你灵性方面的这个生活我们来看一下你精神层面的状态。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好运期我们这张牌给大家看一下，非常有意思，这里有很多的门，大家看到吗？有很多的门那么每一个门呢都对应了一个锁，每一个锁呢又对应的是一把钥匙，对吧？所以呢上一世你的这个所谓的精神层面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面对的是选择题，然后呢就是一个耐心。上一世在你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宇宙给你最大的考验，一个是对于选择，你要怎么选，对吧？你是先选来到你面前的第一个选项，还是说你等着慢慢的选，等自己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以后再选，对不对？然后呢上一世里面我看到你精神方面或者灵性方面就是你比较的困惑，有的时候的这个选择未必是你想选的，这个选择可能是你觉得别人就是你这样选别人可能会开心，所以你会这样选。又或者是上一世你在对自己的选项里面特别是人生重大的选择抉择里，我觉得你的心里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所谓的犹豫，有一些所谓的事后诸葛亮。可能你会觉得说我这个选择究竟是对的吗？究竟是我真正想要的吗？究竟是我喜欢的吗？可能你事后会有一些所谓的问题这个所谓的一个疑惑。所以说我们看到精神层面很多朋友我觉得上一世你的生活是很富裕的，但是在这个富裕当中，在这个富足里面，在这个所谓的众多资源里面，我觉得你的内心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怀疑。幸福和快乐有两种，有一种幸福快乐呢是别人眼中的幸福和快乐，那么在你心里你觉得真的是你喜欢的吗？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很坚定。还有一种幸福快乐呢是别人眼中不能理解的，但是却是我们心中无比坚定和信仰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这边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关于这个抉择方面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上一世里面你内心当中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坚定的，或者是你内心觉得究竟对了吗？究竟是我们所谓的正确吗？还是说值得吗？我觉得你心里会有一些这种困惑好，那我们看到这三张牌以后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上一世你总的来说我觉得你过得很好尽管说感情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生活里的困扰，但是总的来讲你的事业做得很好，对不对？有信赖你的朋友，有尊重你的团队或者是队友，甚至是战友，对不对？那么你是孩子眼中的好父母、好母亲，
你的上一世女性能量被你激发出来了，是一种很温柔的保护，是一种很温和的光和火焰，不会燃烧到别人，不会让人觉得很烫，但是却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上一世我觉得你的课题可能是感情里的，包括你这里啊，我这边看到的选择题、选项问题啊，困惑里面的这种究竟选对了没有，可能也是你自己的感情里的一些事情啊。那总的来讲，我觉得你上一世过得还是挺好的，你觉得呢？OK， 来，我们接下来啊，重要的部分来了。现在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上一世的你给今生今世的你如何重要的传讯，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一世的你究竟想对你说什么啊？好，我们的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一个山猫 Bobcat。上一世的你啊，想要对今生的你来讲什么呢？就是怎样能够爬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呢，真的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啊，我觉得你上一世是个女性啦，我这边看到了很多女性的能量啊，所以上一世的你呢，是一个事业女强人。这样子的一个你呢，希望能够告诉今生的你，就是说去到一个更高的地方。那么我们这里对应的第一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在事业上继续向前。上一世你是事业型，你做得很好，你是指挥官，你是指挥家，你是领导人。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你感受到了这种成就感，在事业当中你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啊。那么这种快乐，这一份尊重，或者是别人给你的欣赏，让你找到了这种存在感，让你找到了这种意义，让你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所以上一世的你呢，希望你能够继续，一定要在事业当中，我觉得是做自己，往上爬，去到一个更高的地方，你才能够看到啊那个高处里更棒的风景。这是第一个能量。第二个能量我也看到了什么呢？我也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上一世你的工作啊非常的辛苦，你很拼，所以上一世的你呢，希望告诉你今生啊，就说你要爬得更高，爬得更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猫猫它要干嘛？它在休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啊，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其实它的这个往上爬到更高的地方，也许未必是让你不断的去，比方说突破自我极限，不断的去追求更高的一种我们所谓的位置，或者是让你去追求更高的一种名誉。相反的，我看到上一世的你仿佛在对你说，你要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去，爬到一个更加安全的位置去，然后停下来休息，在那个地方休养生息。在一个低的地方也许并不适合休息，但是去一个更高的地方，一个更加好的环境，让自己停下来，让自己休息，让自己好好的思考，对吧？让自己去想一想，究竟你的价值，或者是你的下一个方向，下一个地点要往哪里去。同样这张牌呢，我也看到啊，上一世的你希望你能够干嘛呢？就是看清楚你这一生你的这个方向在哪里。山猫啊，它在一个高的地方，它能看到自己的猎物。所以这张牌呢，我也看到上一世的你希望告诉今生啊，就是你这一生这一世，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在你去忙乱的去寻找和追寻之前，先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去看清楚，先看一看你想要什么，然后再准确的有效率的去追寻它。我觉得这也是上一世的你希望你能够了解的，就说你今生你想做什么样子的人嘛，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平凡人跟着别人走，还是说你要去往上爬，走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做自己喜欢的，自己想做的，然后再要更多的人去追随你呢？我觉得这个是上一世的你啊想要对你说的话。这张牌呢，我觉得也直接是对应在你今生的事业里面啊，在你的事业当中。对，这是第一张牌啊，如何能够爬得更高，走得更远？山猫啊，这是上一世的你想对你说的话。好，我们继续来连接，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啊？
OK， 上一世的你要对你说什么呢？因果啊，因果这张牌呢跟你的感情有关啊，这个因果啊，这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还是刚才那个信息吧，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上一世啊，你的课题，你的人生里让你觉得犹豫不定的，或者是所谓人生面对的这个选择题啊，可能在你的感情里。我这边听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上一世你结婚的很早，很早就进入婚姻，很早可能就生孩子了，然后你就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给了你的事业。但是呢，上一世的你啊，希望你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因果。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呢？也许啊，有些朋友就是在这个感情当中，我觉得上一世的你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所谓的可能你觉得反省自己之后啊，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有些决定未必是对的。那么特别在这里呢，我为大家多抽了2张牌做一个解释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上一世你的感情啊，我这边抽到的牌卡，第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这个合同啊，第一张牌我抽到是这个合同，所以说非常清楚啊，我们在肯定一个信息，就是说上一世呢肯定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结婚了，你一定结婚，而且我这边看到就是早婚啊，早婚。这个 contract 还有一个能量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关系和关联。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上一世早婚呢，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父母安排的这段婚姻，或者是说啊，因为一些原因吧，你嫁给这个人，这个原因也许并不一定啊是爱情啊。我这边看到啊，因为有可能呢，在你的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关系，因为这张牌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讲的业力。这个合同它是一个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就不是我们所谓的感情用事，对不对？这个契约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业力，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原因，对吧？你需要嫁给他，或者是你需要娶他，你需要跟他一起去走入这段婚姻和感情。那么这份合同，我们看到这个女生啊，她眼睛是闭着的嘛，被绑起来了，她没有所谓的情感，她只有所谓的利弊和得失。是什么？这是秤嘛？究竟是左边重还是右边重？这是完全的一种理性的分析，对不对？理性分析出来的结果，你们2个人走在一起，所以这段感情的经营可能跟你内心当中以为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这边啊抽牌的时候还出现了第2张牌卡，这张牌呢是敌意。所以非常清楚啊，上一世你的感情生活，你的婚姻里面啊，可能真的存在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还跟因果有关。第一个，我觉得你自己可能有一点遗憾。我这边听到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因为我看到是上一世的你啊，大量的精力给了你的工作、事业、理想，所以你在家庭生活里啊，我看到也许你的爱人对于你是不满意的。也许你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投给了孩子、工作，却忽略了他的感受。但是他跟你呢又捆绑在一段婚姻关系里，那么时间久了，也许这个人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因果轮回里啊，因果他的内心对于你啊，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觉得很委屈。那么这个人因为这里有因果嘛，那么他在下一世的轮回里，或者是在之后的轮回里啊，也许他会来找你。那么在下一世轮回，我们用轮回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规则，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一个方式吧。那么有可能呢，等他下一次来找你的时候，那么他有可能就是事业型，你就是那个为他牺牲的人。因为上一世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你在走事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可能慢慢的就是为你付出了他的一生，他把他的时间付出给了你的生活，给了你们的孩子，那么他自己呢，他自己就没有了。所以你看我这边看到他就是有一点怨气在这里。那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所谓的业力循环、因果轮回的，那么之后你们再相遇，不一定是这一生，有可能是之后，对不对？那他有可能会让你成为这个契约关系里为他的那个人，对吧？
这第一种啊，我觉得这个是因果里面一个能量，你可能会觉得说你上一世对不起他，上一世你忽略了他的情感，忽略了他的感受啊，那么也许你也想来报答他的这份情谊。所以这也是上一世的你想对今生的你说，也许他想告诉你的是，这一生这一世你要去报答一个人上一世对你的情谊。OK 好，好，第二个呢，我看到是什么呢？有些朋友啊，在感情里上一世啊，你没有真正的感受到所谓的爱情。你结婚，你走入这个关系，我们看啊，是孩子，你可能在心里并没有感受到你的这份婚姻是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这个选择让你非常的怀疑它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这边呢，就有可能啊，在你的婚姻关系里，在你的感情里啊，最后出现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跟你之间发生了裂痕，所以你在你的感情生活里怀疑自己曾经的选择，你不确定自己的这份选择是对的，所以你相当于是对你自己上一世的感情生活啊，有非常强大的一种所谓的不信任，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清楚这个因果轮回究竟是什么，这个感情这段婚姻究竟只是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还是说应该有爱情的成分，应该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包容，有更多的一种情感里的一种深度，来让你们的这段婚姻更加的有营养，有更多的爱。所以我看到上一世的你啊，你看这个讯息里面，我觉得你同样的也在告诉今生的你啊，就是对于情感，你要知道啊，这个感情关系里的因果关系，什么样子的因就种什么样子的果。如果在你进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啊，我们不讲婚姻啊，在你进入感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感情进入的时候，你为什么进入这段感情。如果只是因为条件符合，因为这里是一个合同嘛，对不对？那么合同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条件。如果只是因为条件而进入婚姻的话，我觉得上一世的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些感悟，有一些疑问，希望今生的你呢去帮你解决，或者是今生的你啊，在这个经历这个感情生活的时候，要去明白，要去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的选择。那么这个所谓的 hostility， 我们看到这个剑啊，也感觉到它是一种结束，对吧？敌人来了，或者是一个什么重要的这个决定啊，你要去做这个抉择，不能够犹豫。所以说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上一世的你吧，也对今生你的感情生活有一些，我觉得是抛给了你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抛给了你一个课题，让你去懂得，或者是让你去弄明白因果关系里究竟该怎么选，究竟该如何究竟要跟什么样子人进入这个婚姻，这个婚姻究竟是值不值得的，或者是说你是先要的是爱情，还是要的是这个婚姻。好，最后一张牌呢，是上一世的你啊，对于整个你的精神，你的灵性方面给你的一句话啊。这张牌呢是灵魂降师灵魂的降师。这张牌是这样子的，上一世的你啊，在精神层面，或者是我们在讲这个灵魂方面啊，最后给你的这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灵魂可以勇敢的去选择成就什么我们这个降师他讲的是制造什么，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制造，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你可以去精致它，你可以去磨它，你可以让它去塑形，对吧？灵魂的降师。所以我觉得上一世的你呢，就是想留给你我们所的重要的传讯吧，就是你是自己灵魂的降师，你要去选择自己灵性方面、灵魂方面所渴望的成长，或者是所渴望的一种体验。不要仅仅因为一个合同，或者是一个条件，或者是纯理性所谓的分析利弊，你的脑子帮你做决定。你的灵魂在渴望着今生的你去用你的灵魂去创造你今生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创造你这一生灵魂所渴望得到的体会还有感受。尤其是这里
感情生活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感情生活，上一世的你呢在孩子，所以这边肯定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学习，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去我们所谓继续去体会，灵魂的降师。那么这张牌呢，又是一个10号牌啊，这张牌也在告诉我，上一世的你呢，希望告诉今生的你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命运它是一个转动的，它是一个变化的，而今生你的命运，你要听自己的话，听自己心灵的指引。如果你想去改变它，你是可以的，你可以做到，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结啊，上一世你是谁，然后呢过得怎么样，以及上一世的你呢要对今生的你的一个重要的传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到你。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感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黄铁矿黄铁矿，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占卜的这个主题啊，是看上一世你是谁，然后呢你的生活情况，最后呢还加上上一世的你想要留给你今生重要的一个传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抽到这个牌，我们来看上一世你是谁。那么今天呢我抽到的是游牧民族的一个帐篷。这张牌在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给大家看一点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你的上一世有这种远行的能量有远行，你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了很久，又或者是说你的上一世有这种迁徙。那么在我们的现代迁徙的能量就是移民，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第2组牌的朋友上一世你有可能就是移民你是新一代的移民，你从一个国家移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这个是最最最重的一个能量信息在告诉我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你们的上一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它的自由表现在你不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待很久，你喜欢去比方说旅行，你喜欢去做一个背包客，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旅游的一个博主，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生活的地点在你的上一世里面其实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次或者是多次。这个能量呢表明什么呀？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适应能力很强要么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你不得不去离开家。我们在讲背井离乡，背井离乡可能是要去这个背井离乡可能要去这个追逐你的梦想，对吧？为了你的事业，为了你的理想，有的时候背井离乡也是有苦衷的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原因这个是我们的第1张牌。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是在上一世经历过非常大的转折，对吧？经历过非常大的转折，或者是说你的上一世里面你居无定所经常需要去出差，或者是经常需要去就是离开这个是第一个。好，我们来看第2个第2个呢，我们这里是2张牌。我们应该先看这一张。上一世我们这里抽到了关键能量，第一个呢是食物和饥饿，第2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树。那么结合我们的第1张牌非常明显，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上一世最后你有落叶生根的能量，但是在你落叶生根之前，你经历过饥饿，你经历过困苦，你经历过我觉得是一些危机吧。但是呢，因为你的能量当中有这种移民或者是迁徙或者是改变居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其实是在离开这个所谓的困境，走入一个新的环境。
那么新的环境当中，你落叶生根，它代表着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扎下来了，站稳脚跟啊，在新的地方站稳脚跟，扎根下来，组建了自己的新的一个家庭环境啊。这个是树，对吧？所以呢，我们这里啊，上一世你的生活也有可能你是在我们所谓的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追逐一种方向，每个人的方向呢又各有不同。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上一世啊，你人生的经历，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这种机缘呐，它铸成了你的成就，或者是打造出了你的成功。你的上一世啊，你的机缘在远方啊，你的机缘在远方，所以你自己在生活环境当中，可能你自己就想离开你原本的生活环境，又或者是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方说经济环境不好啊，你出生的地方环境很恶劣，你出生的地方可能非常的贫穷，所以你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离开这个不好的环境，去往一个更加富裕繁荣的国家，更加富裕繁荣的一个城市，对不对？然后呢，你开始组建新的家庭。OK， 我们这里有这个能量信息。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我们这里也是看你是谁啊。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这边的牌稍微多一点点。那么最后呢，我抽到的是这张牌。这个牌我抽的是干嘛的呢？就是我想看我们看到上一世你经历了这个所谓的移民，或者是你经历了改变自己原本的居住环境，那么你最后呢脱离了这个饥饿，最后呢你扎下根来。我想看你究竟过得好不好我想看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上一世究竟过得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呢，我看到的是拥抱热情。那么这个女孩子你看她这个头顶花环，手上有很多的蝴蝶。这张牌在告诉我，第二组牌的朋友，上一世你过得很好。虽然说你的这个起始点或者是刚开始的这个环境可能让你觉得很苦，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经过你自己的改变，通过移民，通过远行，你找到了新的生机，你找到了新的希望，你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你的环境，或者是说重新选择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你生长，然后你成长，最后呢你拥抱的是一种热情。我看到很多朋友在你的上一世，就算是你经历这个所谓的饥荒或者是经历这种贫穷贫瘠对吧，你都没有去放弃希望。我看到在你的心里对于生活是充满热情的，所以你的离开，或者是你离开故土，你不曾后悔，而且你是带着希望离开的，因为你知道另外的地方或者是新的地方会比你原来的地方要好。所以我看到你其实是在拥抱这个改变，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很多未知，你也会经历很多的所谓的挑战，但是你从来不把这个挑战当作挑战，更多的我看到你把这种不同当作人生的一种经历，当作你自己的一种丰厚的人生体会。所以你感恩宇宙，你也感恩我们这里所谓的天堂就是老天爷给你安排了这个机遇，老天爷给你了这一次远行的可能性，你离开，你改变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呢找到自己可以去稳定下来的地点，可以稳定下来的环境愿意稳定下来的人们，你找到了心中的这份爱。所以上一世你生活当中其实经历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看这个女孩子4朵蝴蝶花4只蝴蝶。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上一世里，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我觉得是生命的转折，或者是说巨大的一种变化。你经历了生活当中巨大的一种挑战，你也迎接了生命给你的一种机遇，你吃的苦，你改变的人生，这一切的经历是你上一世我觉得是积累出来的非常宝贵、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这个财富我觉得是物理的，也有精神上的，对吧？你离开了
故土，去到新的地方，我觉得是生活的更好，所以你没有再像以前一样饥饿，没有再像以前一样可能觉得非常的难熬，所以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你找到了自己的金矿。这张牌啊，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就是喜欢的这个石头啊，黄铁矿，它代表着什么呢？让钱流进来啊，让金钱流入。所以你们上一世就是让金钱流入，允许你的机缘，允许你的财富啊，就是走入你的生活。你也在顺应这个潮流，在远行，前往他乡，不后悔啊，我觉得是不抱怨，勇敢的让自己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这边看到上一世啊，这个关于你是谁，然后你的生活情况，我们看到了一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啊，在你的生活里面啊，你过得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生活里的方方面面。上一世你过得好吗？我们的第一张牌，这里是一个挑战期啊，大家看这个狐狸啊，在偷东西，偷情，偷杯子。偷钱，对吧？远方是一个这个屋子。这张牌是说什么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上一世啊，你原生家庭或者是你原来生活的那个地点、那个环境非常的不好，可能有经济危机啊，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啊，可能那个地方充满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强盗、小偷。所以你生活的地点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就是大环境不是很好啊。你出生的地方大环境不好，那么你看到了你大环境里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有偷盗抢啊，有什么金融危机呀，或者是本来就很穷啊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知道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你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稳定，你也稳定不了。所以我觉得你上一世啊，它是有这种外界的刺激来推动你改变，来推动你去改变你的生活地点。有一些朋友啊，在上一世里面，我觉得你可能还经历过就是被别人偷东西啊，有人偷你东西，有人把你的财富偷走了，有人把你的这个稳定偷走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只能够寻找新的可能。OK， 我看到这个能量啊，因为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上一世你经历过这种饥饿，你经历过可能是饥荒啊，饥荒的年代，所以你没有办法，只能另寻他路，只能去寻找这个所谓的突破了。好，再来看一下上一世啊，这张牌呢是有关于你的感情生活啊。那上一世呢，我们看到你的个人感情生活是一个魔法的守护者。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上一世啊，你的感情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你的感情生活啊，我看到你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很会与人相处的人。你上一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你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啊？你的魅力体现在你永远对你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这个能量可能有些朋友听到以后觉得这是什么样子的魅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你想一想，上一世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饥荒年代，或者是说你上一世的环境啊，这个有人偷盗抢，对吧？这样子的环境，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抱怨，让人产生消极，让人产生抑郁，对不对？很多不好的能量，但你却没有。相反的，你却相信啊，在你的手中，你能够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有可能是带着你的原生家庭，甚至有些朋友啊，如果你之前在这个原本的这个环境里有孩子、有老婆的话，或者是有老公的话，你可能会把他们全部移民带走，把他们带到新的地方，把他们带到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地方去生活。所以我看到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你的个人感情方面，你赢得了这个爱人的尊重，你赢得了你的爱人对你的一种爱慕，所以你的感情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充满着这种激情，充满着热恋的。那么上一世啊，尽管我们看到你的我们所谓的经济方面或者是你的生活基础方面，可能有些地方是比较欠缺的，
但是你的感情、你的爱情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啊，你非常的有魅力，你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喜欢你，无论你是在之前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还是在之后啊，你已经稳定之后啊，这个新的环境定下来，你都有很多的爱慕你的人、欣赏你的人、想来投奔你的人，或者是喜欢你的人啊。上一世你的桃花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也看到啊，你的这种能量，你的这种积极，还有你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啊，吸引了很多的贵人。所以上一世啊，我觉得有点像是什么呢？可能生活给你的安排这条路啊不好走，有挑战。但是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自己闯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或者是说你逆天改命，又或者是说你的命运当中本来就有一次重大的转折，所以你的这个转折是顺应天命，你的这个转折也让你去我们所谓的改命的话，改得很好啊，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红火了啊！而且你的这个所谓的改运啊，这个经历让你变得非常的成熟。我看到你的心中非常的有爱，你的这一份积极啊，是对于你自己的这种认可或者是相信，你的这一份积极也传染了很多人，你周围的人和你一样，去热爱生命，去拥抱这个生命的可能。你周围有些人跟你一起啊，我觉得是跟你一起移民，或者是跟你一起去其他的地方重新开始，他们会非常的感恩你，他们会永远跟你绑在一起。所以上一世你的感情生活不仅仅有爱情，你有兄弟姐妹，你有这种所谓的跟你一起共同去面对所谓命运的朋友，他们就像你的亲人一样，相信你，爱你，尊重你。你也会像一个大家长，因为我看到你上一世这个感情里面非常的成熟，你是守护者你是火种的守护者，所以你从来就不会放弃任何人，你更不会放弃你自己。你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把你的这一种力量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生命的认可的力量传递了出去。好，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我们也是看上一世你的这个生活情况，在精神方面那么灵性方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呢，聪明的女人是聪明的女人。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很有可能上一世我看到你呢，其实是有可能这边既有可能是男性，也有可能是女性。我们这边出现了两个性别的能量都有可能。但是呢，我看到是什么就是在灵性层面，你的能量吧比较的，我们所谓的很聪慧很聪慧，然后呢，非常的有一种灵性方面很高的这种觉悟或者是造诣那有些朋友呢，因为你改变了你的命运，或者是说你离开了这个不好的环境，你的能量当中，你的心里肯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声音召唤你去改变，或者是你的内心知道自己不应该命运停留在这个当下。所以你看，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女人这个能量在你的精神层面，这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内在直觉灵性方面的一种召唤和声音。你听从了这个声音，你接受了命运的召唤，你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永远都有选择这个女神后面有两个，大家看女祭司这个是女祭司，身后有两条路你看这边两条路，你知道自己永远都有选择的，生命里永远都是有选择的。一条选择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再相信，我们选择去承担，我们选择去放弃，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相信光明，相信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可以去战胜所谓的命运。所以我觉得就是上一世你的精神层面，你的这种觉悟，你的这种灵性指数非常的高。有些东西我觉得是不言自通的。上一世我不觉得你有环境，或者是你有条件去研习所谓的神秘学、玄学、心理学，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接触这方面的学问。但是上一世的你你却在生活本身当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观察者。
你对于生命的观察比任何人都要去灵通，都比任何人还要去细致。所以上意识的你你是自己去领悟，自己去学习。你的这种领悟，你的这种造诣，不是书本给你的，而是你作为一个生活里的观察者自己领悟到的。所以上意识你的灵性女祭司的能量，或者是聪明的女人，你是一个接受命运，但是又挑战所谓命运的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人，灵性很高，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直觉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一个人这个是上意识。好，那我们讲完了上意识这个是你是谁，你的生活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上意识你自己留给这一生给你的一些重要的传讯。上意识的你自己想要告诉今生的你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呢，我们抽到是蚯蚓上意识的你想要给今生的你一句话，蚯蚓。这张牌是呼吸。我能否不去批判的接受这个自己？蚯蚓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是什么呢？就是上意识的你希望留给今生的你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你要去接受生命给你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全部没有人出生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完美。无论你出生是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还是你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这个起点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不同，但事实上又是一样的。你的上意识的你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上意识的你在非常恶劣的环境，在非常我们所谓的饥荒年代都能够开凿出我们所谓的事业，都能够去转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上意识的你呢，对于这个生命这个本身充满着敬畏，充满着相信。所以上意识的你呢，希望今生的你能够明白，无论今生你投入在什么样子的家庭，无论今生你的起点是什么样子是高还是低，你有什么样子的起点是你喜欢的，你的起点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你讨厌的，上意识的你呢都想告诉你你要相信自己能够爬起来。上意识的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一般饥荒年代，还有这个偷盗，还有这种抢劫的时候，这个年代里面真的是大环境很不好的。但尽管这样，你还是能够去突破，你还是可以去给自己创造一种奇迹，稳定，对吧？通过这个改变，通过这个游历，你改变，你找到这个机会，并且你还落叶生根，对吧？你还把自己定下来，在好的地方定下来。上意识的你就知道，在你的这个能量的核心，在你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灵魂深处就是知道你是一个，我们在讲就是不接受命运的人。俗话讲什么？打不死的小强无论你把我怎么样，我都会挺过来，我还可以继续生长，而且我还野蛮生长。我觉得这是上意识的你想对你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认命，不要去觉得自己好像很委屈，不要去把自己跟别人拿来做比较，因为上意识的你已经验证过你的灵魂已经验证过，无论起点有多低，无论起点有多么的环境不好，你仍旧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这个命运，仍旧可以去接受这个全篇的自己，爱自己，对不对？然后呢，是成就自己的一番所谓的事业，或者是你自己的全部感情里的、精神上的。我觉得你上意识我觉得是给自己加持了重要的一种自信心。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灵性方面，在你的灵魂深处有一种自信的、不信命运的坚持抗争的，或者是说积极的一种能量那么上意识的你呢，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希望你能够记得你上意识所拼出来的这个命是多么的精彩。好，第二张牌，上意识的你要告诉你什么自由。自由
在一种绝境里面逢生啊，在绝境里面去突围。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世的你啊，第二组牌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在这种饥荒的时代，在这种很不好的大环境里面啊，有偷盗有抢劫，你还仍旧去建立了自己的稳定。在饥饿的年代，在偷盗的时代啊，这个偷盗的环境里，可能你没有所谓的自由，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钱，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吃饱肚子，那么就没有所谓的自由可言。但是呢，尽管这样啊，上一世的你仍旧想去给自己制造所谓的选项，给自己制造所谓的选择权利，所以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对吧？我们看到是这种绝境啊，但是你的灵魂是自由的。所以上一世的你呢，想对今生的你说，你的灵魂永远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加上所谓的枷锁，不要给自己加上所谓的限制，你要去打破你环境的限制，因为你的灵魂是无极限的。上一世的你希望你能够通过一种爱的能量，一种相信的力量啊，去突破重围，就是无论你今生的这个环境和命运是怎样的，或者是你想去突破哪个方面哪个层面，上一世的你都想告诉你，你能做到。你的灵魂是自由的，你可以不断的去转换你自己的形态，你可以不断的去转换你的这个环境，如果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自由是无价的啊！自由的灵魂，第二组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希望你能够去珍惜这份自由，爱你的这个自由的灵魂，它是多么的宝贵啊，非常的宝贵，你要珍惜它。好，最后一张牌啊，最后我们有2张牌，灵性方面啊，这个上一世的你想对你说什么呢？好，我们这里有一张牌是健康，然后这里还有一张牌呢是力量啊，在灵性方面啊，上一世的你最后想给你的这个重要的传讯啊，首先呢，上一世的你希望你能够了解啊，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健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上一世的你啊，在饥荒年代可能生过病，太饿了，所以只能吃一些不是很干净的食物啊。大环境不好，所以水也不干净，容易生病。甚至上一世的你还见了很多别人的这种所谓的死亡啊，但是你不一样，你挺过来了。我们在讲有些人啊，他可能很娇气。没有办法去吃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去喝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些东西。但是上一世的你呢，我这边看到一种野草啊，就是那种非常坚韧的那种精神，无论是什么，只要能活下去，无论是什么条件，只要能够让我挺过去，你就相信自己可以去改变这个命运。所以上一世的你呢，就希望你能够知道，就是你这一生吧，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你的这个身体健康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而且这张牌我也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世的你想对你说，如果这一生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就要感恩这个健康的身体，因为这个健康的身体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或者你的这个长命百岁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上一世的你啊，见证过有人可能会就是啊，因为各种原因就不能够再继续生活了，对吧？他的生命非常的短暂。那么上一世的你呢，就是告诉你啊，就是生命其实非常的可贵，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长命百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健健康康活到100岁的。那如果你啊这一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你的起点，那么一定要珍惜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你在地球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资本。只要你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你就能够让自己改变。你就能够让自己我们所谓的创造出生活里的选项，去追逐一种自由，去继续创造一种自由，对不对？最后一张牌，上一世的你想对你说力量。力量在心中，力量不在外界的环境，不是出生的好啊就有力量，出生它是一个方面，而且出生好的人呢，他可能有更大的责任，更多的挑战在今后等着他。
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有自己的挑战，有自己的优势，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又或者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他所要面对的挑战，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对吧？所以呢，当前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上意识的你想对你说，你要去拿起自己的力量，这个力量在你的灵魂深处，这个力量呢，在你的记忆里，曾经的你就已经，我觉得是拿到过这把尚方宝剑，就是你灵魂当中的这种力量，你的上一生、上一世啊，就已经做到了。那么你的上一世的你啊，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力量，你是怎样去拿到、收获啊、斩杀或者是斩破这股力量，这个过程你的记忆当中是有的。所以这一生这一世啊，我觉得是你自己吧，希望你能够去再一次的创造出一个辉煌。你能做一次，你就能再做一次，而且做得更好。上一世的你，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是一个有翅膀、有尚方宝剑的天使啊！这个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所连接有关于上一世啊，你是谁，你的生活情况，以及上一世的你想对你啊给出的一个重要传讯。那么希望这些讯息呢，能够为当前的你啊带来一些指引，也祝福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是再创辉煌。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个斑点石，好，放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主题是说上一世你究竟是谁？上一世你的生活情况怎样？然后呢，我们会来看上一世的你啊，留给今生的你如何重要的传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上一世你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抽到这张牌卡，这张牌呢讲的是 Taylor 的线非常明显了。上一世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用手中的一根线铸造了你的人生传奇。这张牌里非常明确的在讲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啊是非常有这种手工能力的一个人。这边呢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你这边是时尚界啊，活跃在时尚界，或者是说你是在纺织产业啊，纺织产业里面工作，又或者是说你是一个裁缝啊，非常精致的一个裁缝。当然了，这边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是服装设计师。你用手中的这根线，你用自己专业的技能铸就了你人生的一个传奇铸就你人生的一个传奇，这个就是 Taylor 的线。而且这张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上一生、上一世啊，你的名字非常的响。有一些朋友呢，虽然是手中的线但是最后呢，你可能会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品牌有自己的工作室，有自己的工厂，有自己的品牌，对吧？所以你的这个感觉，这个名声名气是很响亮的，你的名字在业界也是非常的有名望。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Taylor 的线。OK，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我是想帮大家看，就是说上一生、上一世你过得好不好嘛？那这里呢，我抽到的是这一张牌，成功之门我想问的是上一世你过得好不好？那我们看到是成功之门，上一世你手中的这根线我们所谓的有没有真正的就是让你成功或者是有成就呢？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成功之门嘛，说明什么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用你手中的这根线，我们刚才讲造就了你人生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成功之门，它讲的是你在上一生、上一世里面你经历了几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每一次的这个里程碑，就像是你跨越了一个新的阶段，你跨越了一个新的能量的层级，你的成功是一步一步的在放大。你的成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就像我们看到用手中的一根线
做着你的衣服，想着你的设计 ，OK， 帮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情，慢慢的你的这根线就是越来越厉害，你手中的这根线就是走得越来越远。我这边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你带着手中的这根线，它预示着带着你的品牌，代表着拿着你的这个作品拿着你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是走出了一个你原本的一个圈子，它可能是出了你的那个区，或者是出了这个城，又或者是走出了这个世界我们在讲走出了国门，迈向了世界，都是有这个几率的。因为你上一世你的成功，它是一个扩张的一个趋势，就是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张，你迎来了人生当中好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一个的去跨越，一点一点的去升级所以我这边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就有点像你人生就是上一世这整个我们在讲这么多年吧，你成功了完成你自己人生好几次的进阶你人生在进阶，不断的冲破自己的极限，不断的去打破你之前创造出来的一种成绩，而且你是从小做起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有非常强烈的能量，是在讲从小做起。你的成功并不是一出生比方讲你就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而是我看到你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你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技能，这个技能非常的专，非常的精或者是在说为自己铸造了一条成功的职业，或者是你的这个人生传奇，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感觉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很有个性，而且你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技能是放在你身上的，谁也拿不走的尽管这个技能可能看起来很小，但是它非常的专它在某一个领域里面非常的专。我们今天看到是纺织业、时尚界你非常专一个技能，这个技能把你带入了我们在讲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平台，甚至可以说你跟很多的名人都是在一起的，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服务的客户，你服务的对象最后都是名人，那么你自己的名气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点一点的在提升不断的在上扬。好，所以说我们看到第3个牌的朋友，上一世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你为自己打造了你人生的一个传奇，这个是我们看到Taylor 手中的线 OK 好，那么延伸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来看上一世你过得好不好，我们会从3个不同的方面去讲。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基础层面基础层面你过得好不好，我们这边的第1张牌我们抽到的是魔法6这个是基础层面你生活的基础层面。这个魔法6讲的是什么呢？这个魔法6本身自带的能量就是发现成功，抓住成功那么这张牌是在讲其实上一世你的生活基础层面很重要的一点，你找到了你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闪光点你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就像我们在讲，你知道自己的这个技能，你的强项在哪里，你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那么上一世呢，在你的生活基础层面，你本来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而且你拥有了非常高的成就我们这边看到是什么呢？你上一世你生活基础里面我觉得你是在一个充满着所谓的好运，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上一世你的生活有好运，你的这一个技能，你的这一个技术我觉得是有很多人正好是需要，而且呢，你在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我看到的是你本来对这个技术领域也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你找到了自己内心的这一束所谓的奇迹，这个是你的一个特点。有些朋友可能不能理解这就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发现了你自己的一个长项，你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别人都不一定有你厉害的一个优势我们在讲老天爷赏饭吃，有些人呢是老天爷给了你一副好嗓子，天生就可以当歌手，对吧？有的人呢是老天爷赏给你一个比方讲聪明的大脑，对吧？你可以去当数学家。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这张牌在告诉我，老天爷也给了你一个神技能，
也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个东西被你发现了。那么这个技能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到是 Taylor 手中的线。您可能对于这个纺织业啊、纺织品或者是时尚圈、服装设计等等相关的这种产业、品牌等等啊，或者是这个产品，非常的有灵性。你做出来的衣服，别人都夸很漂亮；你做出来的这个手工品啊，这个针脚啊，别人都觉得是非常的我们在讲细致啊，非常的精。别人做不出来，你却能够做出来，或者是你所创造出来的这种理念，这个服装里面有理念，对吧？它有的设计，有你在这个设计后面的一种所表达的一种精神吧我觉得这些方面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看到是什么呢？在你的生活层面其实你一开始可以讲不是那种要走很多的坎坷才能发现，而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你这一生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我们在讲上一世，你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能把什么事情做好，并且你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这个就是魔法6。所以呢，上一世在你的生活基础层面，我看到你的周围就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等等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小天才，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小奇才。我看到你的家人朋友这些周围的身边的人其实他们还挺支持你的。我们在讲有的时候原生家庭他不支持我们的梦想，但是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很幸运。我看到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家人朋友等等，他们很支持你，他们觉得你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你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并且他们无条件的相信你。那也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所谓的自带的技能，或者是老天爷赏给你的这个潜力已经足够强大到你周围的朋友、家人、父母等等就是能够看到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你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平凡人、普通人。所以我这边看到，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就是在你小时候，你开始去走，我们在讲拿起手中的这根针，拿起手中的这根线开始去做一些事情以后，你的父母亲就已经开始看到你的这个闪光点，并且他们就会觉得说，一定要把你培养，或者是一定要把你送到那条路上去。所以我看到你小时候一路以来其实都是一个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或者是自己喜欢做的这件事情当中去，有点像是自由的遨游是挺幸福、很幸运的一个孩子。然后呢，是在这种幸福的，可以说是温暖或者是崇拜的眼神、崇拜的就是表扬你的声音当中，就是长大还有成长。那么你在业界里面 ，OK， 你长大以后，你在业界里面也是得到了一度的好评。这个就是魔法6还挺觉得很神奇你自己的生活上一世其实挺传奇的，很有这种灵性，很有这种魔法的感觉，而且这个灵性跟魔法被你自己发现，而且你在发扬光大。好，那么看完生活基础层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感情。我们这边抽到一张牌呢是魔法7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上一世你的感情之路，魔法7，这张牌是说什么呢？这张牌其实我看到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上一世你的感情你的感情是这样子的，有好几个能量你可以去看第一个呢，我看到，因为你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在你的领域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人都很崇拜你。从这一点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桃花，你上一世的桃花还挺多的，但是呢，这些桃花他们慕名而来这些桃花慕名而来，他们呢也非常想要去得到你的关注。我看到你对于这些桃花你没有太多的那种感兴趣的感觉，你有点像是一心做事业，一心搞事业。那么至于桃花我看到你更多的是在跟别人相处，你在跟别人去谈论你的专业，但是对于感情的话，我觉得你个人是很保守的。
不是那种很花、很多情，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桃花你都可以去接。相反的，我觉得你在感情方面非常的保守。尽管有很多的人啊向你去献殷勤啊，或者是有很多人可能也想跟你靠近啊，无论是从感情方面还是资源方面跟你去拉关系，但是呢，你在感情方面非常的保守啊，非常的保守，你比较抗拒所谓的那种很复杂的关系啊，比方说工作啊跟感情混为一谈。我这边看到你上一世其实非常的抗拒，你想比较单纯的去，比方讲师生关系，单纯的去讲所谓的同事关系，单纯的去讲所谓的业务关系，而比较抗拒的是既有业务的往来，又有感情里的相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上一世里啊，你的感情生活其实我看到是还可以不错的，因为在上一世里面啊，你的一个优势，我看到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生伴侣啊，跟你在一起，相互的挟持，相互的守候。而且上一世的你的感情生活里，这个陪伴你的人啊，非常的可以讲对你非常的好。因为这边我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就是说上一世你的感情生活里，最后跟你走到一起去的这个人啊，他比你的能量要稍微低一点。这个能量低一点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人啊，他可能会比较崇拜你，他把你放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把你宠起来。这边呢，宠啊不一定都是男性宠女性，也有女性宠男性，对吧？我这边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啊，上一世你这边呢，其实有2个能量吧，就是 Taylor 手中的线，它这边语言上用的是女性能量，但是呢，我在连接能量的时候，其实我很多连接到的是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上一世你的这个性别啊是一个男性，我这边连接到非常强烈的男性的能量啊，所以上一世呢，我觉得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是男性，但是呢，也会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就是你们上一世也是女性啊，有可能是女性的，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吧，我看到你啊，就是被你的爱人啊，就是包裹起来，他对你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你在感情生活当中属于那种就是被宠爱的那个方，就是那一个人啊，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你的另外一半，你的爱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宠爱你，非常非常的崇拜你。但是呢，在你们2个人的所谓的，比方说知识层面，或者是见识层面，或者是这个社会圈子层面啊，我看到他可能没有你那么的，就是我们在讲没有你啊，就是看起来别人眼中吧那么的光鲜，那么的亮丽，那么的有名气。所以你的爱人其实有的时候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你们2个人的关系啊，就是我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但是你们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小摩擦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摩擦，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会有小摩擦。这些小摩擦是来自于你的恋人他的心里的不安全的感觉，那么又加上你的生活啊，我这边看到你越做越好，你跨越了人生好几个阶段的成功，所以你的能量越来越高，你越来越成功，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的金钱啊，不断的水涨船高，但是你的爱人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一般的级别，就他比较一般，所以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我看到他会通过一些就是一些事情，就是心里有很多的不安全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既爱你又怕你离开，既爱你又非常怕失去你，怕你有一天不要他，或者是怕你有一天抛弃他所以你在感情生活当中没有大问题，但是呢，你跟他之间的感情生活就是经常有一些小摩擦，这边是我看到的啊。所以说你在跟你的恋人相处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上一世感情里的一些课题吧，我觉得可能是有关于怎样跟一个人好好相处，然后怎么样能够给出对方更多的安全感，不要去相互的怀疑，不要相互的去猜忌，更不要相互的去情感伤害，而是用一种很正向的、很积极的方法啊，让彼此去了解彼此，让彼此更多的去包容彼此，两个人携手我们在讲1+1大于2，两个人携手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大家庭里的一种美好和幸福。
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是非常明显的啊，上意识你主外，他主内，你们两个人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不是那种两个人都去走事业，或者是两个人都去在家里面，而是你在事业上面非常的优秀啊，那么对方呢可能在家里对你的照顾更多。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第3张牌。第3张牌呢是有关于你的精神和灵性方面的一张牌。我们这边抽到是水元素石啊，水元素石。我们这边看到是3个独角兽，然后呢，在漫天浪漫的樱花树里，还有苹果树下啊，在栖息，在休息。旁边呢还有涓涓的一个溪流，一片祥和，一片的美好。所以呢，我看到上意识啊，你的精神层面啊，第3组牌的朋友非常的富足。上意识吧，我可以这样讲，你过得非常的好。这个好呢，不在乎说你赚了多少钱，这个好呢，也不在乎说你成功的跨越了好几个阶段，你让自己的事业做得如此的好，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看到啊，上意识你精神方面或者是灵性方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感觉到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你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幸福的事情。上意识你的灵魂啊，得到了非常强烈的滋养。第2个能量，我们刚才讲家庭啊，你的家庭生活带给你的这种幸福感，绝对是让你非常的开心的。尽管我们刚才在讲啊，你的家庭生活可能会有小摩擦，但是呢，你要记住啊，上意识你是被他捧着的啊，他是把你捧起来对你好的。所以尽管有小摩擦，你们仍旧是相互扶持、相互陪伴，而且是走到最后。所以上意识第3组牌的朋友，你有非常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那么你的幸福源泉第2点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你找到了自己上意识人生当中你的一个所谓的心中的所爱。其实能够遇见我们心里真正的所爱，这个所爱是什么？我们自己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喜欢做什么事情。就好在讲啊，有些朋友就是很喜欢唱歌，那你有没有这一生成为一个歌手呢？无论成功与否，你能不能够去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给做出来？这个就是去做心中所爱。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和知道我们心中爱的是什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有些朋友你会不会心里在想啊，就说真的所有的人都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了吗？未必啊。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发扬，还是说对于自己在感情当中的这种选择，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心里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第3组牌的朋友，之所以你的灵性方面上意识得到了强烈的滋养，几乎可以讲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啊，那就是因为你上意识啊，你还在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特长里面吧，我觉得是找到了心中的所爱，还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得非常的成功，做得非常的大，做得非常的有名气。从这一点来讲啊，我觉得你的这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已经超越了物质、金钱一些外在的东西带给你的这种美好，更多的是你自己内在的一种精神我们在讲灵魂的一种滋养。你对自己是认同的，你爱这样子的自己，你觉得你的选择，你觉得你的努力，你觉得你的一切都是一种我们在讲有回应的爱，对等的爱。你爱，比方说你手中的这根线，你手中的这根针，你手中的这根线，你手中的这根针也同样的爱你，它为你创造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你爱你的家人，对吧？你爱你的爱人，你爱你的孩子，而你的爱人对你非常的好，你的孩子也非常的棒，所以你在心里就会觉得你的爱付出得到了这个回应，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幸福感。而你在上意识里面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是一个非常懂得珍惜，而且是一个感恩的人。你不曾因为你的成功而丢掉，或者是我们在讲重新选择你的爱人，重新选择你的家庭，而是我看到你一路走过来。尽管你跟你的爱人，你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在家里面，对吧？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的爱，你们的连结。
这并不影响你们去相互的陪伴，相互的去支持，相互的去理解，并且在我们所谓感情生活里面啊，我觉得是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所以上意识的你啊，第三组牌的朋友，精神层面啊，你看圣杯是完满，它是一个圆满的感觉啊，非常的圆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上意识的你呢，究竟有什么样子重要的提醒，或者是什么重要的讯息想要传递今生的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息。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我们抽到是野火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吧？火的能量啊，而且这边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能量点，大家可以去看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火元素啊，在你的上意识能量当中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影响啊。我们这里有火元素6、火元素7，那么上意识的你想对你的就是给你的重要传讯，第一个啊，我觉得你上意识吧，就是把这个火种传递给今生的你，把这个火种的力量，把这个火种的记忆传给当下的你。他希望你能够记住，他希望你能够了解啊，这个内心的火焰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火焰是什么？就是那种温暖的、信任的、自强、自爱、自信。那么这个火啊，它还有一个什么能量呢？它讲的是怎么样去把你不需要的，怎么样去把那些所谓的没有用的东西把它烧掉，并且把它们化作一种养料，去滋养新的生命力。所以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上意识吧，希望告诉你当下啊，就是如果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阻碍，或者你生命当中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卡住了，你上意识的你啊，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野火的力量，烧掉你不需要的，并且重新把这些所谓的经验和教训化作滋养你的泥土，把自己不断的去向前，去转换，去重生。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上意识的你是怎样啊，不断的跨越这个成功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如果今生啊，你想去在你的个人技术领域，或者是你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你选择的这个专业当中啊，去走向成功，并且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去超越自己的话，那么上意识的你其实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在你的记忆当中，它需要你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去转换这个形态，有的时候甚至不惜用这个火的能量去把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去烧掉，把它们化作一种养料啊，就像这个肥料一样的，去滋养你新生命的诞生，也就是你重新去开始，重新去跨越，重新去创造。就像这个做衣服，也许你需要不断的去改变你过去老的和旧的设计，然后才能去创造出新的设计，然后这个新的设计可能更加符合你在你内心当中、你灵性当中真正的一种表达和显化。那么今生，如果你想做成什么事情的话，不要害怕把过去你已经做成的东西，或者是你已经有想法的东西啊，我们所谓的去大方，就是比较大的去改变。有的时候啊，只有把旧的东西给忘记，或者是把旧的东西给放下，你才能够去创造新的东西。当你想在今生去转换赛道，或者是转变大的方向，转换你的作品的时候，不要想过去做出来的东西是浪费，这一生当中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浪费。你过去做的所有的一切，他们其实最后都化作了泥土，去滋养、去芬芳你新的成就，或者是新的作品，或者是新的自己，对吧？这个就是火能量。你要相信这个火啊，它是不灭的，它是可以一直燃烧的。自信啊，相信自己。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上意识的自己对你的第二个信息重要的传讯是什么？我们这边看到是 commitment， 这张牌讲的是承诺，我们可以讲这张牌是在讲爱的承诺。这张牌很有意思啊，这张牌我看到什么呢？就是上意识的你啊，我们刚才连接，也许你跟你的爱人啊，或者是你
家庭里面有一些小摩擦，但是你跟你的爱人还是一路走过来，不曾分离。那么这里呢，就需要很多的勇气，需要很多的坚持，也需要这个重要的承诺。一诺千金，一旦承诺了，那么你接下来就是要怎么样去兑现这个承诺。承诺往小的方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一个决定。我们在讲人生当中有没有所谓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有没有所谓正确和错误的决定呢？也许有，也许没有。那么这个界限在于哪里？就是有些人呢，他总是会把最后的结果归咎于当初的选择，但是还有一些人，他是相当于先做出这个选择，然后通过自己不断的一种努力、改变、创造，让自己的这个选择，让自己最终的那个决定啊，变成所谓的正确。所以这个能量比较像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啊，就是上一世的你啊，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人生的哲理。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这边看到了很多有关于你的智慧，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聪明。我觉得上一世的你啊，尤其是在面对感情和处理感情关系的时候，包括啊，我觉得你在事业方向啊，我觉得你是那种一旦下决心，一旦决定要做的话啊，就是那种坚决不放手，一直坚持到底。也许也正是因为你的这种 commitment， 你的承诺啊，就是这种坚定的心，不动摇的心态啊，对待所有的事情就是不会轻易的动摇，坚定不移的心，保持你的初心，保持自我。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啊，把你推到了人生的顶峰。我们这边看到是什么？圣杯十。上一世的你啊，没有任何一丝的后悔，而是对自己所有的选择负责任，对自己所有的决定，最后都是一种欣慰的感觉，圆满的感觉。所以上一世的你呢，我觉得在这个经历当中吧，或者可以讲在这个经验当中，希望把这个承诺的能量啊，我觉得是传递给今生的你，让你去记住啊，这个所谓的承诺它是很重要的。也许在当今的这个年代里啊，可能有很多人都不再去兑现承诺，都不再把自己所说的话语啊，就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小到一个准时，大到我们在讲结婚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一种承诺。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话语，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决定，但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啊，他会把自己的话，把自己的这个承诺当做一生一世的诺言来兑现，来履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一定还有。而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上一世的你呢，希望你去继续保持，无论外界的环境怎么样去改变吧，无论这个时代怎么样去变化，我觉得在灵魂的深处，上一世的你呢，希望你能够继续，希望你能够去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这是你的上一世的你啊，我觉得是经验当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精华，想要给你啊，想要给你。好，最后一个能量，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有关于灵性方面的一个讯息。今天呢，我抽到的是这个大天使 Raphael 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门啊，这个 Raphael 在这个门这个地方啊，张开手臂迎接你。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很多关于门的能量啊，门对吧？门是什么呢？门就是一个结界啊，门是一个结界。门它所象征的意义就是门的这一边和门的那一边。这张牌啊，大天使 Raphael，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在灵性层面或者是在精神领域里啊，你上一世的你呢，其实非常希望你能够去，我们在讲啊，去勇敢的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这一刻，你将为自己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讲，我们想去突破，我们想从门的这一边进入到门的那一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很挣扎，我们很想推门，我们很想过去，但是呢，有的时候往往用力越猛，或者是越发的挣扎，越发的紧张，越发的害怕推不过去，就越推不过去，是不是啊？那
我看到这张牌啊，灵性方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上意识的你呢，非常希望能够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放下。这个放下是什么呢？就是放下所谓的挣扎，放下所谓的用力过猛，放下所谓的那种一定要，我们要能够更加勇敢的、更加乐观的，或者是全部的接受，让我们去接受当下的成功，让我们去更多的感恩当下的所有。那么这个奇迹在这个能量当中啊，它会自然而然的为你去创造。这个创造既有对你的一种疗愈，同时也把你带入一个和你精神层面更加契合的门的另外一边。我们在讲大天使 Raphael 啊，它的光是绿色的，是绿宝石一般的光芒。这个光芒呢，跟我们的心轮能量是可以对应的。所以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上意识的你希望告诉你的是，当你迷茫，当你犹豫，当你痛苦，当你难以坚持的时候，你就要用你的心去感受这一束绿色的光芒。它带给你的是疗愈，它带给你的是无条件爱的力量。去问一问自己的初心，去感受一下自己曾经的诺言啊，这个里面有多少你的爱，有多少你的决心。当你犹豫的时候，当你迷茫的时候，就去感受一下这种绿色的这个心轮啊，为你去转起。当这个心轮得到一种疗愈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在心里更加的坚定，或者是说在心里得到一种这种力量和支持。有的时候人呢，就是一个所谓的能量啊。当我们的心开始动摇，当我们的心开始犹豫，当我们的心开始我们在讲已经倒下去啊，那么也许很多事情就真的不行了，这个门可能就会永远的关闭。但是呢，只要你的心不倒，只要你的心坚定，只要你的心愿意去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在门的另外一边稍微多待一点点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而当你去坚定这个门会为你打开的时候，你不放弃的那一瞬间，或者是说你接受当下啊，我们所谓的门会打开，那么我先在这里等一等，就是当你接受这个状态的时候，奇迹就会开始，奇迹就会为你去酝酿。而门的另外一边啊，你看我们在讲大天使 Raphael， 它是我们所谓的宇宙当中，或者是讲上帝它的这个疗愈功能，同时这个大天使也是最好的牵线搭桥的一个人。他牵线搭桥是干嘛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帮你找到那个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对吧？这个是感情里的。第二个牵线搭桥就是找到你心中的所爱。所以说当下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很多事情可能会在你的这一生当中，就是你上意识希望告诉你让它发生，允许它发生，相信它会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遵循自己的本心，不要因为别人的状态，不要因为别人的决定，不要因为别人的选择，不要因为别人的动摇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你要相信生命的奇迹，你的这个门会为你打开，而这个大天使 Raphael 就是刚刚好在你没有看到希望的时候，在为你调频，在为你去选择那个最正确、最好的、最对的东西来到你的生命。而当这个东西准备好、选好以后，这束门这张门就会打开，而等待你迎接你的将会是一次又一次的穿越、突破和成功。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看到有关于上一世你是谁，过得好不好，然后呢上一世的你要给你的重要传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第3组牌的朋友有所指引。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4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个头发丝水晶或者是黑发晶。好，放这里。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连接是关于你上一世你生活的情况，上一世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上一世的你想留给今生的你怎样重要的传讯。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始啊。第4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呢比较的特别。今天我们在解牌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先把牌卡拿出来看一看，我们综合的来做一个讲解和解析。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张牌。第4组牌的朋友啊，今天我们抽到的主能量呢是原意识的种子。这张牌呢，它告诉了我什么呢？就是你们的上意识里面啊，有这种非常强的去培育、去种植、去探索，或者是去给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很多营养。那么这个能量里面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上意识有可能你想做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大，这件事情可能一辈子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做完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在上意识里面啊，你是一个园艺师，你有可能是一个农民，就是你在跟这个农业种植业相关的一个领域里面啊，在工作。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能量啊，原意识的种子。所以说上意识的你呢，可能跟农业相关，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子，你想去开拓，你想去把它从一个无人问津变成举世闻名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信息。这个是我们从第1张牌卡里读到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张牌。第1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智慧，第2张我们看到是这个课题，然后是宇宙给你的赐福。第3张牌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财务。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张牌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第4组牌的朋友啊，上意识的你啊，第一种，因为我们这边是大众占卜嘛，有一部分朋友看到是什么呢？我刚才讲啊，就是你上意识可能有一件事情是一个有关于你的想法，你想把你的想法从一个可能无人问津、没人理解、没人明白，然后慢慢的培育，直到它举世闻名。你有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对于你来讲上意识的你，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创意，非常的惊人，一旦做出来，但是呢，它需要时间。那么你为了你的这个想法，你为了你的这个理念，你为了你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做成，你走了很多辛苦的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很像是创业你有一个好的点子，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你想把它带到这个众人面前，那么别人先开始是不知道的，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到接受，这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很久，而你要坚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你需要很多的精力，你还需要很多的财务去支持你的这个想法。有一部分的朋友我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因为你上意识是种子，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树，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茁壮成长，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看到是什么呢？你的这个想法，你要做成的这件事情，它在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而这个钱的问题，资金的问题，可能是在这个地方限制你的一个挑战或者是一个阻碍。因为我们这个第2张牌是教训，有的朋友在这个上一世你可能把你的钱财投放给了这个想法，给了这个主意，但是呢，这个回报率的这个时间以及回报率的这个价值它可能来的跟你想象的不同。所以上一世里面我看到什么呢？你在这个上一世的人生经验当中积攒了很多的教训，同时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结交了很多重要的人。有的人呢可能是帮你，有的人呢可能我们在讲有的时候可能也遇到欺负你的人，但是无论是什么，我都看到这些东西变成了你人生的智慧，他们非常的宝贵。你在我们所谓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做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清楚人情世故，你可以看明白谁是真正对你好的，谁可能他是
假的，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看到，在你的上意识里面啊，你经历了很多，你吃的苦很多，但是你的领悟、你的觉悟，同样的也很多。还有一些朋友啊，刚才我讲过，也许你上意识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是跟农业种植有关。那么在农业种植相关的工作当中，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你啊，非常的投入。有的人可能很喜欢，就是说金融体系；有的人呢，可能很喜欢大自然，喜欢那种更加接地的、更加有机的、更加我觉得是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第四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上意识的你啊，对于这种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你是很向往的。你也正是在这种闲云野鹤啊，远离这个城市、远离闹市的地方生活，你选择在那个地方生活，你选择在那个地方成长。唯一的啊，这边我看到什么？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条件可能受到很多的限制。尽管你可能在种植、养殖或者是农业啊、农庄这个地方去生活，或者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也看到啊，在你的心里，可能想去把一个跟农业种植相关的东西啊，可能是什么基因培育转基因技术或者是跟植物有关的什么嫁接培育我觉得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的点子，你非常的聪慧。有的人把聪慧放在了金融，有的人呢把这个智慧放在了比方说时尚，有的人呢可能会把他的这个天赋放在工业。但是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把智慧放在了农业，你们放在了农业生产、农业加工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领域是你的领域，也是你感兴趣的领域。我看到你上一世可能在这个基因方面，就是植物的这个基因培育方面感兴趣。尽管你在农业方面去生活或者是去发扬，但是这也是你的一条创业之路，也是你的一条事业之路。在跟农作物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你有的时候就是想法非常的超前，非常的前卫，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有挑战的。每一次农业相关重大的突破，其实会带给人类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想象一下，之前我们可能一年四季只能按天收，我们只能有1季的大米后来我们可能有2季的大米可以吃，最后我们可能有3季的大米可以吃。那么人类能够从我们所谓的地球当中获得的食物和粮食，就是成倍的增加。这种成倍的增加能够带给我们世界、我们人类非常大的一种巨变。所以你看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做的事情其实它看起来小小的，但是它能够带给世界的影响却非常的巨大。你上一世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或者是经历了很多阻碍。那我们接下来看上一世的你过得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第一张牌我们抽到是凤凰，这张牌讲的是转型。什么叫转型？转型意味着这个变化是不可逆的，转型意味着这个变化是巨大的，转型意味着这个变化让别人都不知道原来的你，或者是说人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生活，对吧？这才叫转型，否则就是变化了。变化是表面的，是小的，转型是巨大的，是有深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四组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你经历了一次所谓人生的巨变，你转型你经历这个转型。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牌，这里是什么？正在到达，或者是刚刚到达你的目的地。这张牌2张牌在告诉我什么呢？就是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上一世所选的这个人生之路，它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有的人他可能用1年2年就做成他想做的事，有的人呢需要花费10年20年才能达成他的心中所愿，在这里很多人都放弃。而你在上一世里面，你用了你1辈子的时间做成了你想做成的事情，你用了你几乎1辈子的时间去完成了这样子的一次转型，其实还挺伟大的感觉这一生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吃你所吃的这份苦，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坚持你所选择走的这条道路，但是你做到了，你做成了，尽管花费的时间很久。我们在讲啊，人生当中有些事情很容易，但是呢，能带给你的快乐，能带给你的一种成就感，可能也比较的低。但是有些事情难度很高，非常有挑战，需要你花费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但是我们在讲啊 ，pay off， 有些东西啊，它就是能够在最后带给你的快乐，带给你的成就，带给你的这种欣慰感，也是能够持久的。我们在讲一生一世，但是呢，有些东西啊，可能会在你的灵魂记忆当中有一个像烙印一般的啊，你看这个 transformation 啊，烙印一般的改变，你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甚至你可以改变一个族群，改变一个时代，对吧？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伟大的，看起来很小，但是却很伟大。你做的这件事情能够让你自己重生，发生巨变，同时你也能够带给我们所谓的这个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族群全新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你的这种投资，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伟大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上一世你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大概从我们先开始现在看到的牌里看到你整个一生的轴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各个方面你生活的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来给大家看 Suspension， 这张牌是塔罗里的吊人啊，这个是一个倒挂啊，倒挂。你看这个魔法师啊，他在这个树的这个洞里面啊，洞穴里面，在这个琥珀的液体当中去倒挂，他没有死去，他只是在穿越时空的我们所谓的学习领悟。这个人他是魔法师，当时机成熟，当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出来。OK， 休养生息啊，这个是吊人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宝剑五，我们看到是一个巨人啊，他在这个山林当中站在这个地方，眼神很凶，对。好，第三张牌挑战八，我们看到是这个女生啊，满身都是荆棘，都是刺啊，她身上的血应该是之前挣扎的时候留下的，但是当前的她并没有乱动，当前的她就是闭着眼睛啊。我们要看她接下来会怎么行动了，对不对？好，这个是三张塔罗。OK， 吊人牌挑战五，挑战八，这三张牌在告诉我，第四组牌的朋友啊，上一世你过得好不好？上一世的你，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一个我们所谓的停滞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最终获得的这个成就，你最后所突破的这件事情啊，是在一个晚年，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后的地方，后置的阶段啊，才到达的。而你到达这个目的地之前的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有10年、20年的时间，你都是在一个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思考当中去度过的。那么在这期间，你可能还需要拉赞助，你还需要去赚一些生活费，然后还要去支持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上一世你的生活里面啊，我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精神非常的强大，你的物质可能是比较普通的，你需要更多的物质去支持你的精神，去支持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上一世的你啊，在精神层面你是穿越时空，你是一个自我非常看起来是封闭啊，但是事实上是自己在那里去想啊，去思考，不一定有很多人能够陪伴你，不一定有很多人能够真的懂你，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但是你不放弃啊，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放弃，你是在享受自己精神领域当中能带给你的这种快乐，所以你是真正精神方面的一个，我们在讲魔法师，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厉害，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想做成什么，
也知道这条路有多么的难走，但是你仍旧选择继续下去。第二张牌挑战5，这张牌对应的是什么呢？在你的情感生活，在你的感情生活里面，你所遇到的人，他们跟你之间产生连结啊，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都有一点点所谓的，有一点凶，有一点好像我们所谓的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你，所以你跟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其实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尽管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巨人的这个面前啊，我觉得很多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并没有所谓的真的放弃。很多时候你们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可能都没有办法去正面的去展现自己的力量。很多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委曲求全，很多时候可能你们没有办法，只能够去退一步，因为你们需要他们的支持，或者是你需要去跟别人做一些合作。所以第4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上一世在这个情感生活当中，你呢比较的理智你的理智其实帮了你，但是同时我觉得在你的心里也有很多所谓的不服气，你的心里也有很多所谓的委屈，你的心里也有很多所谓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疑问。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挑战5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课题了。上一世的你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课题的，所以我们看到你上一世有这个转型的能量，有一度在你的上一世里面，有一度人生阶段里面，我看到的是你可能会被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真的很强势他在你的生活里，他对你的这种限制，他对你的这种压力感非常的大，但是呢你完成了这个转型。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人被逼到一个极限，或者是被逼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办法再退，没有办法再走以前的老路，我们只能去突破自我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你所面对的这个挑战5，这个巨人的能量也是在激发你飞跃。如果他是巨人，你不是巨人，你怎么样去跟他对抗呢？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只能把自己转变，变成一只凤凰，飞到天上去，你就不怕它了，对不对？第3张牌挑战元素8，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周围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条件，对吧？它并不以你想象的方式去显化，而是让你觉得很无奈，让你觉得很受困，让你觉得非常的受限制的一种方式。上一世我们如果用现实一点的角度去理解你的这一生的话，其实很多朋友，第4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上一世的你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挑战是很多的，而且是来自多方面的。但是呢，你的内心当中仿佛是身负使命感的一个存在，你内心当中有一件你很想做的事情，你知道你要走的路，你知道你要到达的那个地点，这是你心中的光，这是你心中的一个动力，它推着你，促使你不断的向前，超越极限去解决你可能不曾想过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说挑战元素8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世的你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吃了一些苦头我觉得还是吃了一些苦头，但是吧，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苦它是一种外在的，它是一种我们所谓的物理的它是外在的，它不是真正你内心的。而在你的内心深处，我看到你其实是在超越时空、超越时间的一种遨游，你在为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一种想做成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坚定的一种存在，而最终你做成了。大家想一想我们去想一想那种比较厉害的人比方说科学家，比方说开创这个先河的一些鼻祖就他们的人生其实是经历的挫折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所以我觉得第4组牌的朋友上一世你所做出来的事情，你所得到的成就其实是非凡的，但是呢，你吃的苦也真的是多你吃的苦也真的是多。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来解一下那上一世的你呢，究竟留给了今生的你什么样子的一些宝贵的经验，给你什么样子重要的传讯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这2张牌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宏伟狂，这是一个鸟啊，这是一个鸟，宏伟狂，这第一个。然后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一个闭壳龟啊，是一个乌龟，闭壳龟啊，它叫闭壳龟。好，我们看一下上意识的你啊，给今生的你什么样子重要的讯息？首先呢，上意识的你啊，希望对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生活的方面啊，究竟哪一个方向，究竟什么样子的事情，你已经准备好可以去行动。第2个，上意识的你呢，希望你能够记住，究竟什么东西是不会离开你的，是不会变化的，什么东西可能会随着时间，随着外界的条件而发生变化。那么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它不会变，而不是你的东西，你带不走。这个能量非常的高深啊，我们要去解一下。首先呢，我看到第一个啊，就是上意识的你呢，对今生的你是想说，生活当中啊，你想做的这件事情，一旦你看准了，你就一定要行动，不要因为难，不要因为苦，不要因为比方说别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你就放弃。宏伟狂这个鸟啊，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一个眼界很厉害、很刁钻的人，他能够在他的理解啊，就是别人看不到，但他却能看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且是一股脑的扎进去 ，dive， 冲进去，绝不回头，绝不后悔。所以第4副牌的朋友啊，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一生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觉得是值得，你觉得是你想去冲进去的？如果你心里对这个东西非常的认定的话，那么你需要去为它展开积极的行动。这个是上意识的你想对你说的话，第一句话。同样啊，上意识的你呢，也想对你讲什么？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他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级的一种领悟。这个领悟是什么呢？这个领悟是你上意识在最后所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道理。上意识的你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这种我们所谓的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与世隔绝的地方，远离人世间喧闹的地方，去找到这个精神的粮食，把自己有一点封闭的状态里面去想，或者是去思考。我们刚才讲过当时间到来的时候，这个魔法师会走出来的。我觉得上意识的你其实真正到最后已经走出来了，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型，已经达到了他的这个阶段里的一个巅峰。所以今生的你呢，比较像是一个承上启下，在走一个所谓的这个魔法师的路上意识的你呢，可能在酝酿，就好像一个孩子他还在长，你看这个种子，它还是种子，但今生的你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上意识的你呢，希望你能够去感受到就是你上意识的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他已经在灵魂的这个层面已经有所成长，有所突破了。那么这个东西它转给了今生的你，这个能量是你不需要再去走的路，今生的你更多的是继续向前去走你上意识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可以看到上意识的你我们在讲你是在培育自己，你在经历这个所谓的磨练对吧？结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今生你的灵魂能走得更好，能走得更高，能继续的去向前。而你上意识就是在告诉你有些东西呢，别人带不走，也不是外界能够影响的，这是你灵魂在经历这个所谓的成长阶段，对吧？最重要的一种财富，最重要的一种经历，它跟随着你。而第4副牌的朋友当你有这种强大能量从你的内在突出的时候，从你的内在反映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抗拒它，你不要去丢弃它，而是你应该抓住它，你应该听从它。我觉得这个是上意识的你想告诉你的一个很重要的能量点就是说你已经经历了上意识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苦难，或者是磨练非常厉害的一种磨练。那么你已经懂了，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的智慧，它在你的这个内在所储存。那么今生你就要去发扬它，把这个东西呢作为你的人生经验去走这个凤凰的路，去走一种很卓越的路，去把你想做的这件事情继续向前去推进，去做好。
我觉得这个是上一世的你给你的一个经验和教训，不要怀疑自己。你要知道，谁都没有办法改变你。你的灵魂经历过9981难，你的灵魂经历过我们在讲一个引号太上老君的这个炼丹炉，你的灵魂是坚韧的，你的灵魂是我们讲璀璨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你最宝贵的礼物，是你没有人能够拿走，没有人能够偷去的。所以在今生你在人群当中，我也可以看到就是上一世的你希望告诉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说你好或者是不好而评判自己，而是你要在内心当中对自己有一个强大的清楚的认识。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记住你曾经经历的一切，包括最开始讲的你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所遇到的帮你的人，摧毁你的人，或者是给你穿小鞋的人，这些东西你在心里是懂的，你是能够在直觉当中判断出来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人能信，什么人不能信，对不对？这个是小乌龟。然后呢，还有一个信息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上一世的你呢，因为用了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型，所以他很想告诉你，人生这个所谓的博弈，或者是人生所谓的这个竞赛，不在于谁跑得更快，而在乎说谁走得更稳，谁最能够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就是慢慢的、稳稳的、快乐的去迎接和拥抱这个生命的奇迹。所以这个小乌龟它就是这种，我们知道它就是带着它的这个所有，闭壳龟嘛，它不能跟它的壳子分开，它带着它的所有，带着它觉得珍视的东西、贵重的东西，跟着它一起走，不在乎慢，就是要慢慢的、稳稳的走下去。我们在讲赢到最后就是这个乌龟。好，我们最后还有2张牌。第一张牌呢是 individuality， 这张牌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你在情感经历当中所经历的磨难，所遇到的这个巨人。这张牌呢，上一世的你希望告诉你，有的时候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强势的人，你可能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也有可能会遇到打压你的人。无论是从感情当中、精神层面他可能会否定你，但是呢，你不能够被他影响。我刚才讲过上一世的你呢，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是谁 ，individuality， 你是一个特别的灵魂，你是一个经历过9981难你经历过这个炼丹炉考验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你的特别是你的美，是你的好，是你的一种特色，而不应该因为你的不一样而被别人所谓的影响。如果有人说你为什么跟他不同，如果有人说你你这样是不对的，那么请第4副牌的朋友坚定自己的立场。你本来就不同所有伟大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一样的可能都是平凡的人，所以你要记住自己的特色，你要记住自己的独特可能有些朋友第4组的我这边感觉到就是如果你今生觉得自己可能很多地方都跟很多人不同，别人这样想你偏偏不这样想，别人觉得是左你偏偏觉得是右，你在怀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一定不要怀疑。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笨我们这边打个引号，你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很笨或者你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呀？你没有地方笨，你更没有地方不对，相反的，你比他们更聪明，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理解得更深，所以你得出来的结论才跟他们不一样。这一生你的人生并不平凡，你要走的路也同样不是一条大众之路，你要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路，一个特别的路。那么你要记住自己的这一份独立性，你的自己的这一份特别的这个力量你要走出自己，活出自我 individuality。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上一世的你想对你说，37号牌，我是美丽的。上一世的你希望告诉今生的你是什么呢？你的笑容能够带给世界更多的光亮。你要认识到自我的独特。我们都知道其实世界的美在于什么呢？在于很多的多元性。你看
有山啊，有水呀，对吧？有树啊，这个多元本身啊，混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和谐的家庭。可能很多人都是树，很多人都是水，而你的特别在于，你可能是一个蝴蝶，你可能是这束光，你可能是这朵云。只有每一个人啊，我们在讲，都走入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呢，都把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光亮闪亮出来，那么我们的世界呢，将会是多元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将会是和谐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呢，也会是更加包容的。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去欣赏别人的特别，你呢，也能去看到别人的特别，也能够看懂自己的特别，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上意识的你呢，希望告诉你啊，就是请第四副牌的朋友一定要认清楚自己，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你要知道自己美丽在哪里，你要知道你的这种美丽，你的这一份特别啊，正正好是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所需要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改变自己，更不要轻易的啊，我们在讲，如果你是一个小蝴蝶，你想去做那棵树，不要这样。你要记住，你就是蝴蝶，你是凤凰，你是这个大鹰。你要做的是飞起来，你要做的是翱翔于天空。所以说，走自己的路，认定自己的价值啊，去完成你这一生想去做成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心中啊承前启后，上一世你所做的，这一世你要接着做，你要把它做大，你要把它做好，你要继续推进你灵魂的这个所谓的蜕变。好，那这里呢就是第四组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看到啊，关于你的上一世、你的身份、你的角色，上一世的你啊，对今生的你所给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传讯。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呢能够对大家有所指引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